各位被对号入座的厂商们，先给大家道歉了。超过15年的美容仪老玩家的心得，没有广告，没有植入，行销话术最常炸裂智商税，核心技术有哪一些？哪一些美容仪我绝对不会买？天哪，好像有一只章鱼在吸我的脸。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呢，接近年末，各种折扣满天飞。在接下来这段日子呢，各种聚会又会很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更加漂亮，状态可以更加好，所以就有非常多的观众私讯我，安娜有没有推荐的美容仪？说真的呢，美容仪这个品项绝对是行销话术爆棚的领域，各种形状、各种品牌，什么在家也能打水光，效果媲美在院线，再配上一些使用的时候脸抖到不行的画面，好像你只要今天下单，明天你的皮肤就会像广告画面里面那样发光透亮。那这些小巧的机器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到底值不值得买？今天我决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哪些话术你一听就知道在夸大，哪些才是我们在买美容仪的时候真正要注意的事情？看完今天这一集呢，我不保证你可以变成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但是你一定可以在琳琅满目的产品里面摸清一点点的门道，听得懂话术，做出聪明的选择。而且今天这一集呢，没有广告，没有植入，今天大家听到的内容全部都是我这个超过15年的美容仪老玩家的心得。现在在我面前呢，满满的一桌，最老的一只其实已经有超过10岁了。那有一些机器呢，因为实在太难用了，已经被我淘汰了。这些机器呢，我就会在等一下和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和大家来举例说明。除了会把我拥有的这一些机器呢，做一个盘点、一个心得的汇整之外呢，我也会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聊一聊，现在市面上究竟美容仪的核心技术有哪一些，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哪一些机器我一定是不会买的。如果你正在纠结要不要买美容仪，到底应该买哪一台，今天这集绝对是必看的，甚至只要看这一集就够了。那我们马上开始吧。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作为一个美容仪的老玩家，我今年没有跟大家推荐任何的新机。其实我从年初开始就不停的在测试新机，可是现在已经接近年尾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遇到那个让我觉得好惊艳，哇，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那种机器。我现在每天都在用的呢，还是我面前的这一些老家伙们。科技发展到2025年的今天，大家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美容仪的广告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很酷炫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词。但是呢，纵观整一个美容仪市场上的技术呢，都无外乎光能类、热能类、电流类还有辅助类。不管你看到的那些广告上包装的多华丽，说的多科幻，但是本质差不多就是我刚刚说的这4种。大家如果家里已经有美容仪的，可以先对号入座一下，自己家里拥有的美容仪属于我刚刚说到的哪一种。今天应该就是上课的节奏，一上课就睡着。好，先来说一说电流类的产品好了。电流类的美容仪应该算是我最早接触的美容仪种类之一了，分成微电流、还有 EMS、还有离子导入导出这3种。微电流顾名思义就是非常微弱的电流，贴在脸上用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刺激我们皮肤的细胞去产生更多的 ATP， 也就是所谓的细胞能量，让我们的皮肤循环更好，看起来更加有精神。我大概是在15年以前吧，就买过一个 Refa 的按摩滚轮。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个造型的滚轮，当时还蛮风靡的，价格不便宜，基本上就是每天起来之后，你脸上这样子滚一滚，睡前这样子滚一滚，手柄上会有一个很小的像接收器一样的一个东西，吸收太阳的能量，再来产生微弱的电流，所以它在使用的时候是不用充电的。但是因为它的电流实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整个用下来之后，那个即时效果还没有我自己刮痧来的明显。所以这支造型有点诡异的产品，在时间的长河中就已经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时间在走，科技变化要有。非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其实还是在使用另外一个微电流类型的美容仪，就是这一支 ZIIP 的 Hello。它呢虽然主打的是纳米微电流，但是不论从使用的感受上也好，还是从后续的即时效果来看也好，都比 Refa 强不知道多少倍。在使用的时候它是需要充电的，然后要搭配它专用的凝胶来稳定导电。它还会有一个专门的手机 App 可以跟它搭配起来用，然后每一个模式它会有不一样的波形输出来实现不一样的效果。总之呢，就是和初代那些不需要充电的产品比起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技术。我一开始用这一支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这完全没有感觉，大家看到广告上那种什么抽动啊抖动的那种完全都没有。它会有什么效果吗？会不会又跟之前的 Refa 一样，用完之后觉得非常智睡的感觉？但是非常神奇的是，我前一个晚上只要用它，隔天起来脸就会比较不容易水肿。而且它这个 App 做的也还蛮好的，它里面会有一些护肤计划，像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用它一个婚前保养计划。虽然我已经结婚很久了，但是我觉得新
新娘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之一，婚前保养听起来好像会是一个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获得比较好效果的一个模式。配合这个护肤计划呢，可以更好的监督我来使用。那你如果是那种非常害怕在使用仪器的时候有一些痛觉，或者害怕脸部抖动的话，这样子微电流的机器就非常的适合你。和刚刚的微电流比起来 ，EMS 电流就是一种比较强烈的电流了。你在用的时候呢，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脸会有一种收放收放，会有那种嘟嘟嘟嘟嘟的那种感觉。大家常常在网络上如果有看到一些美容仪的广告或者一些使用的心得，脸会嘟嘟嘟嘟嘟在抖的那种画面，通常都是 EMS 的作用效果。因为 EMS 呢，它其实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它就是模拟一种神经的讯号，然后帮你的肌肉去做收缩的运动。腹肌那个其实也是。那像这一台它是 Dr. Arrivo 的 Ghost 系列，这一台已经是11年前的老机器了，2014年上市的，一上市我就买了。当时呢，这台机器它有加入了一个叫 MFIP 这么一个专利的技术。其实这个 MFIP 呢，就是一种复合式的脉冲电流，除了会产生正常的 EMS 电流之外呢，它用在皮肤上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嘟嘟嘟嘟这种很有节律、有节奏的一个敲击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有一个人好像帮你在做指压按摩。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陈老师就说：“天哪，好像有一只章鱼在吸我的脸。”这个听起来好像现在很常见的一个技术，在当时11年前绝对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创举。所以这台机器呢，也是这个品牌当时的一个旗舰机型了。这台机器啊，蛮耐用的，你到现在插上电，它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在使用的时候呢，需要用凝胶去做一个导电。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 EMS 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就是帮肌肉去做一个运动，所以非常好理解它可以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帮忙我们快速的去水肿，轮廓线更加的清晰。所以呢，这一类 EMS 的机器对我来讲，它算是一个急救型的美容仪，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拍摄，或者我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出门要见人，在那个之前，我就会用这台机器在脸上滚一滚。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这台机器了。我用的更多的呢是这一台 Jmu 的，它是一个现在非常常见的复合型的机器，它就是用了 EMS 电流加上 RF 的射频，再加上微电流，充电使用就好了。现在啊，这种主打全能型的机器越来越多了。到底是不是一台机器越全能越好，功能越多越好？这部分我等一下也会和你们分享。虽然 EMS 电流呢，它会让我们的即时效果比较的明显，不过这一类机器在用的时候，皮肤的感觉会比微电流的机器要明显太多太多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皮肤相对比较敏感又很怕痛、怕有感觉的那一类人群呢，记得在用这样子 EMS 机器的时候，要从最弱的那个档开始用起，让自己皮肤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电流类的美容仪呢，除了刚刚的 EMS 还有微电流之外呢，它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应用，就是离子导入导出，还有一种比较新的叫电穿孔导入。离子导出就很好理解吧，就像给我们的皮肤去做一个深层的清洁。它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用负电流把我们毛孔里的一些脏东西去清出来。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呢，通常要垫一个棉片在那个美容仪上面，导出模式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棉片变脏一点点。理论上来讲，这种机器好像对于喜欢无痛清洁的人群来说非常的友好，但是实际的效果呢，像我个人皮肤相对是干燥型的皮肤，然后我平时也会比较注重清洁，所以我在使用这一类离子导出的机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我预期棉片会变脏的那种效果。所以我目前日常的使用中，这一类机器基本上就是在我家里吃灰的状态。那离子导入的原理呢，就是利用一些正负的电流，把一些带电的小分子往皮肤里面去推。通常这一类美容仪呢，都会在广告文宣上面去打，可以提高多少倍保养品的吸收率，放大保养效果。那这一类美容仪呢，它确实可以把一些像维他命 C、氨基酸这一类小分子的保养品推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去提高它的吸收率。但是其他一些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像生态、PDRN、胶原蛋白这一类比较大分子的保养品，它其实推动的效果我非常持有保留的意见。聊完了刚刚这些电流类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美容仪里面非常大宗的另外一类，就是热能类。这一类美容仪呢，就包含了两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技术，一种是 RF 射频，另外一种呢就是 HIFU。那关于 HIFU 呢，我自己是没有在家里用过家用型的，所以这边呢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就不展开了，主要来聊一聊这个 RF 射频的部分。除了像刚刚我有和大家提到的 Jmu 这一台包含了 RF 技术的这样子的复合型的美容仪之外，我最早接触 RF 的是这一台 Tripola 的 Stop。这一台 Tripola 的 Stop 呢，应该算是 RF 的美容仪里面比较早期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了。它工作的原理是用高频的电磁波把我们的皮肤的局部区域去做一个加热，然后让我们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呢处在一个比较想要工作的状态。这台机器用下来一个非常直观的效果，就是你只要用过的地方，皮肤都会变得比较紧致。我个人是觉得，只要你坚持的使用它，它的效果真的是蛮
蛮明显的。不过呢，因为这台机器真的也是比较早期的机器了，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呢，就是要接一根线，再搭配上它的凝胶，用的时候就是要打圈在一个区域，这样子缓慢的去做一个挪动。其实我有看到过一些坊间的传言，说用 RF 的美容仪，你用久了，你的脸会整个变凹，然后它会融化你脸上的脂肪。我个人用下来呢，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好像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这么小一台机器可以融化我脸上的脂肪的话，那我觉得简直太好了，想瘦哪里就瘦哪里。不过呢，确实 RF 因为它的这个作用机制是把我们的皮肤去做一个压实，所以我个人的心得就是你在用这一类 RF 的机器的时候，哪里肉松，哪里肉多，哪里肉厚，你就用在哪里。比如说像我的脸的话，两颊的肉会相对比较多一点，颧骨这边的肉就没有到那么多。那我在用这一类机器的时候，我就会更多的把这个机器是用在我嘴边肉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下颌线这边的地方，这样子呢会让我整一个下半张的脸的线条更加的往内缩，下颌线这边更加的清晰。那像脸上本身就有凹陷的地方，比如说像我有泪沟的问题，这些地方呢我都一定会避开。任何的美容仪，无论它是否有宣称有眼部的效果，我个人觉得都最好避开像眼上眼下这一类皮肤超级薄的地方，包含喉结这一块附近的位置。另外像有一些观众如果脸上有一些填充物，也最好是避开这样子的热能型的机器。顺手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机器好了，像 Jmu 啊，在使用的时候明显它的热能就没有像 Tripola 这么的热，它是温温的感觉啊。这个如果你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打圈的话，真的会被烫到。那我觉得以 RF 的效果来讲，这一台 Jmu 的效果是肯定没有这一台 Tripola Stop 来的这么的明显的，毕竟 RF 它作用的机制就是靠加热，那如果不够热的话，能量就会不够。这一点呢，在所有的 RF 型的机器上面都可以适用。大家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类型的机器，或者你对某一台 RF 的机器非常的感兴趣，就可以套这个理论去看一看。那像这一类 RF 类型的机器呢，我自己是觉得有做真的有差，而且要坚持一阵子。它跟 EMS 比起来，不是那种立刻马上见效的，它就是属于慢慢的把你的皮肤去做一个改善，慢慢的帮你的皮肤去压实，一定要坚持。接下来当当当当，就是大家最常看到广告行销话术最常炸裂炸开的美容仪类型，光能类。大家在滑广告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看到什么脱毛仪呀、淡斑仪呀、LED 照光设备啊、生发帽这一类型，全部都是属于光能类的美容仪。先来说说家用脱毛仪的类型。家用脱毛仪呢，通常用的是 IPL 技术，它的作用原理呢，就是用强脉冲光去加热我们的毛囊，让我们的毛发可以越长越慢。那我最早的一台脱毛仪呢，是这一台 Smooth Skin 的，它是2021年的机器了，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当时这台机器在买的时候，市面上其实使用的心得非常少，我也是作为先驱就直接买下了这台机器。它虽然有快速模式，可是你在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痛感的。4年时间过去，科技有了很多的发展，现在呢，家用型的 IPL 脱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我用的更多一点的呢是这一台 YouLike 的，这一台 YouLike 它已经不是最新款了，好像现在还有一个更新的款式。不论从数据上来看，还是我的实际的使用效果，这一台呢都会更加的安全，使用的感受上也更加的舒适。就是因为它这个导头上面它会有一个冰点技术，你在用的时候呢，它是冰凉的，所以那个痛感几乎是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大家看到很多广告在推广这些脱毛仪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写什么永久脱毛、医疗级，但是呢，这一类家用型的脱毛仪，事实上都有经过大幅度的安全调整。那在使用过后呢，确实可以让我们的毛发变细、变少、生长变慢，但是还是需要持续的使用它去维持。那光能类的美容仪，另外一个非常大宗的呢，就是淡斑仪。淡斑仪呢，它使用的是 DPL 技术 ，DPL 可以把它看作是 IPL 的一个进阶版的技术，因为它把原来 IPL 比较宽的一个光谱变得更窄了。那对于像皮肤暗沉或者有一点点偏黄或者有局部的色素，那 DPL 会比 IPL 更加的精准。我今年其实也有测试过比较新款的 DPL 的复合型的机器，但是我觉得效果上来讲，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用的也比较多的，还是这一台 YouLike 的超光炮，因为它的出光口除了 DPL 之外，还加了一个 NIR 的光，然后它的3种功能我觉得也很实用。但是和刚刚的脱毛仪器一样，像这一类家用的 DPL 机器，单次使用的效果和你在医美诊所雷射淡斑的那种效果，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持续的用它呢，你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透亮的感觉，延长医美之后的效果。另外一种光能美容仪呢，就是 LED 照光设备，比较常见的呢有我这样子的面罩，还有一种是做成像板子那样子放在那边可以照光的。这2种呢，虽然它的造型不太一样，但其实功能是差不太多的。那
面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戴在脸上去做一个使用；板子的话，你就要找一个地方放着，照你需要照的地方。那这一类 LED 照光设备呢，常常会有的就是红光、黄光、蓝光，还有近红外光。那功能上呢，蓝光就是主打一个消炎祛痘，可以控油；红光呢可以促进修复；那黄光的话可以去淡化瘢痕；近红外光呢就可以提升我们细胞的活力。那这一台我用的 Ulike 的面罩呢，它就是有我刚刚说的这4种光，脉冲的密度呢，在家用的仪器里面也算是比较高的。这一类 LED 光疗型的仪器，应该算是我所有的仪器里面最喜欢的之一吧。因为每次在使用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长期下来肤况真的有慢慢的在改善，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是解放双手，所以我的使用频次非常高。我这边都已经黄黄的，很脏了。这个面罩其实算是蛮重的，如果是躺着使用的话，鼻梁这边会有一个压痕。我自己的心得，这一类照光类的产品，不要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去使用，因为如果环境的光越黑，你就会越觉得这个里面的光怎么这么亮。所以我自己的习惯呢，通常就会在白天旁边都是很亮的情况下去用。用的时候呢，也是闭着眼睛或者去戴个眼罩之类的。光能美容仪的另外一种技术呢，就是家用 laser。laser 这个字还蛮容易让人家误解的，虽然它的名字叫雷射，但是其实跟医用的雷射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比较常见的应用呢，就是有生发帽或者是家用点阵的机器。生发帽的话，虽然我本人是还没有的，但是我还蛮感兴趣的，毕竟中年人的美貌有50%是头发给的。这一类生发帽呢，我其实看过非常多的研究，都说长期使用的话，确实可以促进毛囊生长，增加头皮的循环，进而让我们的头发长得更好、更丰盈。这部分如果之后我有入手了、有心得了，再来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已经拥有这样的生发帽，已经有一些心得了，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使用感受。那家用的点阵类的产品，这一类产品最喜欢在广告文宣上面打什么呢？居家飞梭，在家也能打点阵。但事实上，像脸上的一些凹洞、痘坑，连医美诊所的机器都非常难处理，更不要说家用的这些点阵机器了。所以这类机器我在没有看到实际的效果之前呢，我也是持有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那像这一类光能类的机器呢，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就要去注意一下自己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尤其是台湾的观众，因为台湾对于美容仪进口的规定还蛮严格的，所以不管在线下购买还是线上购买，都最好跟卖家去确认一下这台机器是否有符合台湾的进口法规。最后一类也是大家常常可以在市面上看到的，包装非常的华丽，但是在我看来呢，并没有真正的本质上去改善我们的肌肤状况。主要的做呢，就是让我们整个皮肤保养的流程更加的舒服，仪式感更强。所以在我自己的分类里面呢，这一类仪器它其实并不算得上是非常核心的美容仪器，我觉得更加像是一些辅助的小工具吧，像是一些吸黑头的机器，像那什么黑头铲啊什么，我之前也买过，但因为它坏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去哪里了。还有一些像冷热敷的机器，包含像一些用超声波去洁面的机器，还有一类是把保养品打成雾气喷在脸上的那一类机器。现在大家都说那个是无痛水光、无针水光，这个机器其实我10几年前就已经用过了。那个时候我买的时候，传言是空姐很爱用，因为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上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嘛，所以空姐都会用那个小小的一个机器，那个水雾喷在皮肤上之后呢，它是非常的细腻的，让自己的皮肤可以很好的补水。那个机器我确实也是用了一阵子，但用着用着之后呢，我就发现说，那我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喷雾，这样喷在脸上就好了呢？就不太能理解，怎么过了这么多年，曾经的流行又回来了吗？好，讲完了所有的美容仪的技术原理之后，接下来这一趴也是本集非常重点的一趴，大家把小本本拿出来，要划重点，要考试的哦。哪一些美容仪我绝对不会买？大家呢可以一边看一边对照自己家里那些美容仪有没有中标。说实话，这一段我要分享真的也是有点怕怕的，各位被对号入座的厂商们，先给大家道歉了。第一种我不会买的机器呢，就是全是话术，没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很多美容仪呢，在写自己的广告文宣的时候，都很喜欢打上看起来非常厉害的名词，脉冲光瀑布、量子级保养、黑科技升级，搞得像星际大战一样。有打宝宝专用的美容仪。但是当你仔细想要去研究一下，打开一下他们家的官网的时候呢，只有一堆华丽的词藻堆砌了3、4个page之后呢，还是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种呢，我就一律不会买。那就举一反三一下，如果他们的官网有非常明确的写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究竟是什么，那就可以进一步的纳入我们可以采购的清单里面。如果在这些已经公开核心技术的说明里面，他们还有附上自己的专利清单
单的这种就更加加分了。但是这个专利的部分啊，也是要 highlight 一下的，大家要张大我们的眼睛去看一下，这个专利是外观专利还是技术专利？技术专利才是上大分的项目。那是不是只要讲技术的我们就能买呢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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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有一些机器它虽然讲了技术，但它不跟你讲能量、讲功率。大家要知道，家用仪器和医美诊所的仪器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它的能量功率。能量呢，就是所有效果的灵魂。所以如果你在考虑的这些机器，它只跟你讲说我是 RF， 我是 IPL， 我是 DPL， 我是 LED， 我是微电流，我是 EMS，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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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完全不讲它的波长多少，它的功率多少，它的能量密度多少，它的频率多少，实际输出有多少，那就代表它可能能量真的很低，低到它如果告诉你的话，你可能就划走了。这种呢，我也不会买。第三种呢，就是功能越多越好的复合型的机器。我知道复合型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什么射频加上微电流加上 EMS 加上 LED 加上冷热敷再加上水光，主打一个大全能，一台机器抵5台，全方位满足你所有保养的需求。但是复合的功能越多，就代表它的效果越好吗？毕竟我们家用的美容仪啊，就这么小小一个，再加上成本考量，你一台机器里面塞下那么多的功能，基本上它结果就是每一项它就做不到顶，也就是大家常常在讲的，有一些家电就是样样有，样样弱。这个理论呢，也是在我今年测试非常多台有4、5种复合型功能的机器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验证。看起来好像是花一次钱买了一大堆功能回家，但是结果这些功能里面没有一个能打的。所以如果你有明确的保养需求，比如说你想要让皮肤有紧致啊，你想要让皮肤可以透亮啊，或者功能是非常明确的，我就是想要买一台照光的机器，那你就直接去买在那个领域最擅长、最厉害的那个机器，最实际。第4种，只谈长期效果，必谈短期感受的机器。很多机器你买回家之后，你用了一阵子，发现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去找卖家，卖家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们这机器需要长期使用才会有效果的，你要坚持用它才可以的。你先用3个月看一看，因为我们家这个仪器啊，正在重建你的皮肤生态。这类说法对我来讲真的是蛮抽象的，而且没有实际数据的支持。当然，我作为一个10几年的美容仪的老玩家，我非常非常认可这一类家用仪器一定是要坚持，才会让效果可以体现在你脸上。但是被我留下来这些机器，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征，就是你一定要有即时效果，哪怕只有一点点。比如说我可能照完一次光，它可能没有到整个皮肤大翻转，从黑人变白人，可是至少让我觉得说我看起来有透亮一点点嘛，线条有稍微紧致一点点吧，后续上妆真的有服帖水肿也消掉了至少要给我一点鼓励吧。我这人没有耐心的，我对所有的美容仪的耐心大概就只有15天吧，我就给你15天的时间，如果你在我脸上这一点效果都没有，不好意思再见，我下次再也不会用你了。第5种，使用非常复杂、太麻烦的机器。我其实也有买过，也有测过那种仪式感拉到200%的那种机器，使用前要先涂凝胶啊，要去插电线啊，用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角度啊，还有一大堆头要去换的那一种。全部弄完之后，我就已经没有耐心、没有心情想要继续后续的保养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太麻烦了。不过这个麻烦的部分，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我觉得麻烦，你可能就不觉得麻烦。所以在使用这一类机器的时候，要充分的考量一下自己的耐心值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真的看到有一个人推荐这个美容仪真的很好用，可是他真的就是要换这么多东西，你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麻烦了。相信我，就不要买回家，不会用的。所有的美容仪买回家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买回家可以坚持使用它。有些人觉得上凝胶都已经非常非常麻烦了，你就要去考虑去买一个机器，那个凝胶它是可以不用卸除的。像这台机器，它的凝胶就是不用卸除的。不过呢，这一类不用卸除的凝胶，通常价格会比要卸除的凝胶来得更贵一点点。这个就是要去自己找一个平衡，或者呢，你就直接去买那种完全不需要凝胶的产品，像刚刚和大家分享这个超光炮，然后像这一类面罩产品，它都是不需要任何的凝胶的，就照一照就可以了。最后呢，真的非常希望各位品牌在很花钱在行销上面之前，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钱在自己的核心技术上面，少写一点那种经不起推销的文案。希望今天的这支影片可以帮忙大家在面对琳琅满目的美容仪产品的时候呢，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应该要选的是什么。OK， 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记得把这一篇的链接传给你那些想要买美容仪的朋友们。